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成功的话题，但你是否曾想过，真正的成功并不仅仅是金钱或权力的积累，而是来自于我们如何为他人服务，如何以无私的精神去创造价值。今天，我将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个深刻的理念：成功的真正法则其实是在为他人付出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我们将聊聊如何通过慷慨和创造性思想开启成功的大门，不仅改变自己，也能改变他人。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深入了解这背后的智慧，掌握这股强大的力量，你将受益匪浅，还推动自己走向真正的成功。所谓成功的法则，其实就在于为人服务，我们得到的正是我们所付出的。慷慨大度的思想充满着力量和活力，自私自利的思想则包含着毁灭的萌芽。正所谓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所有人都能够拿出自己的所有给予他人，而他们拿出的越多，得到的就越多。金钱渗入到我们整个生存网络的方方面面，成功的法则在于为人服务，我们得到的正是我们付出的。正因为此，我们应该承认，能够有所付出本身就是莫大的荣宠。我们已经知道，思想是所有建设性事业背后的创造性行为，因此我们所能付出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思想。创造性思想需要全神贯注，而全神贯注的能力正是那些所谓超人的武器。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全神贯注有益于意念的集中，集中意念有助于发展精神力量，精神力量正是一切现有力量中最强大的力量。这是涵盖一切科学的科学，这是一切艺术之上的艺术，它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精通这门科学，掌握这门艺术，就有机会获得不断的进步。对这门学问的精通，绝不可能在6天之内获得，甚至6周、6个月都不够。这是毕生的功课。恰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毫无疑问，保持积极的、建设性的、无私的想法，必然让你受益匪浅。一报还一报是宇宙的主旋律，大自然总是寻求着平衡的实现。有往必有来，否则就会出现真空。遵循这一法则，你一定能够按着这条路线充分调整自己，从而大大受益。金钱意识是一种精神态度，是通往商业命脉的敞开大门。这是一种接受性很强的精神态度。愿望是吸引力，能够加快财富的流动；恐惧是绊脚石，它阻碍我们或是反转财富的脚步，使它离我们越来越远。恐惧恰恰是金钱意识的反面，恐惧就是穷困意识。这个规律永不改变，我们付出什么，回报就是什么。如果我们感到恐惧，那么我们得到的恰好就是我们害怕得到的东西。金钱把自己编织到我们生存的整个网络中，它听命于最伟大的心灵，最优秀的思想。广益朋友，才能广开财路。我们通过帮助朋友，为他们谋利，为他们做一些有用的事情，来扩展我们的朋友圈子。所以，成功的第一条法则就是服务他人，而服务又建立在诚实正直的基础上。一个心怀诡诈的人是无知的，他未曾觉察到一切交换的基本原理，他必将一事无成，他肯定会彻底失败。可能当他自己还一无所知，觉得得意洋洋时，其实早就注定会遭遇重大挫折，因为他欺骗不了无限。因果循环的定理会对他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生命的力量是挥发性的，我们的意念和理想构成了生命的力量，它们被塑造成外在的形态。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拥有一颗开放的心灵，不断接纳新的事物，发现机遇。要注重过程，而不要注重结果，因为追求的乐趣并不在于最后的拥有。你应当让自己成为财富的磁石，但在这之前，首先要考虑的是为他人谋取福利。如果你具备足够的洞察力，能够感知并利用机遇和各种有利条件，认识到价值所在，你就能够让自己处于有利的位置上。但最终，
你的巨大成功还是源自于你对与他人的帮助。造福于一人，也就造福于众人。慷慨大度的思想充满着力量和活力，自私自利的思想包含着毁灭的萌芽。一切自私的思想最终都会瓦解消逝。伟大的金融家不过是财富流通的渠道，大笔的财富在他们那里进进出出，出口的堵塞和收入的断绝一样危险，两端必须同时敞开。同样，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有舍才能得这样一个基本的道理，我们就能获得巨大的成就。如果我们认识到全能的力量是一切供应的源泉，我们只需调整自己的意识，使它与这无限的供应保持一致，这种全能的力量就能够为我们带来它所需要的一切。我们会看到，施予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银行家拿出库里的金钱，商人拿出自己的货物，作家献出了自己的思想，工人付出了自己的技能。所有人都能够拿出自己的所有给予他人，而他们拿出的越多，得到的就越多。而一旦得到了更多，就有能力施予别人更多。金融家得到的多，因为他付出的多。他思考，他从不让其他人替他想问题，他想要知道如何获取理想的结果。而你，他身边的人，就会给他启示。当他从你身上得到想要的答案，他就会提供各种方式、手段，为成千上万的人谋求利益。当这千千万万的人获得了成功，金融家自己也成功了。摩根、洛克菲勒、卡耐基等等，他们的致富并不是因为他们使其他人损失了什么，正好相反，是因为他们能够让其他人致富，因此他们才成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中最富有的人。大多数凡夫俗子是不懂得深入思考的，他们像鹦鹉学舌一样接受并重复着别人的看法，造成公众舆论的导向手段正是如此。所谓大多数群众的这种柔弱驯良的态度，使他们情愿放弃自己思考的能力，让一部分占少数的群体替他们代劳。这就使得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中，少数人篡夺了多数人的权利，造成了少数欺压多数的局面。创造性思考需要专注这些方面，专注的力量被称作意念集中，这种力量是由意识控制的。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只能在自己真正渴望的事情上集中意念，而不要去关注其他。许多人总是注重那些悲伤、亏损、混乱等等情状，而思想是具有创造性的。对这些负面因素的关注，必然会导致更多的损失、痛苦和不安的状况。难道不是吗？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我们获得成功、有所成就，或是遇见其他让我们满意的境况，我们常常很自然地关注这些事情的结果，这样就会带来更多的成就和顺心的境遇。所以说，多者益多。对于这一原理的领会，如何能够运用到商业活动中呢？其实，不管精神是什么，或者不是什么，我们总要把它看作意识的精华、心灵的实质和思想的实实在在的根基。一切想法都是意识活动，或者说是精神思想活动的阶段，因此精神只有在精神当中才能找到终极现实、真东西或理念。认识到这些，你是否觉得对于精神及其表现法则的真正领悟，是一个务实的人所能寻求的最实实在在的事情呢？你不觉得如果一个务实的人认识到这个道理，就会使出浑身解数去领悟、去追求精神存在及其法则吗？这些人绝不是傻瓜，他们只需要掌握这些基本原理，就能够踏指通往一切成就的必经之路。我讲一个具体的事例。一个朋友，一个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者，他生活中有不少成功之处，但也有一些失败。最近一次和他交谈的时候，他事实上正处于落魄中，他好像已经成了秋后的蚂蚱，因为他已届中年，和他前几年相比，头脑中的新主意来得已经不是那么敏捷了。他对我说，我知道商业中要紧的是得有想法，可我现在好像没什么高招了。不过如果你说的这种唯精神论管用的话，那么每个人都可以和无限精神接轨。
而在这无限的精神之中，一定有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对一个像我这样既有勇气又见多识广的人来说，肯定可以把这些想法在商界付诸实践，大获全胜。这看起来不错，我得好好研究一下。这是几年前的事情了。有一天，我又听到了这个人的消息。和朋友聊天的时候，我问那个某某某怎么样了，他没有东山再起吗？这个朋友非常惊讶地看着我，不会吧，你没听说他大发了一笔吗？他现在可是某某公司的重要人物，他就是那个出了那条金点子的人。嘿，他这次竟赚了将近50万，最近马上就要突破100万大关了，就用了1年半的时间。我一直没有再与这个人联系，但我听说提到的那个公司确实干得轰轰烈烈。经过调查，这件事情的确是这样，上述的事实一点也没有夸张的成分。听完这个故事，你怎么想？对我来说，这说明此人确实做到了与无限的精神接轨，领悟了它的存在，并驱使他为自己效劳，把它用在了自己的商业动作中。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亵渎神灵，不太前进？我希望不是如此，至少这不是我的本意。不要从无限这个词上牵扯到人格化的神，或者说夸张的人格，你只要体会无限的意义即可，你就会认识到无限存在的力量，认识到其精髓就是意识，事实上归根到底也就是精神，而这个人的成功也可以看作这种精神的体现。在这里我们要说的正是因为他与自己的创造本源以及力量之源和谐一致，才在他身上多多少少地体现出这种无限的能量。这样说绝没有任何冒读的意思，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都可以按照创造性思想的指引运用我们的精神。这个人所做的更进一步，他用了一种非常实际的方式着手运用这种力量。他不仅从无限供应中获取了他所需要的理念，而且他运用了思想的创造力，根据自己希望中的客观物质形式，为自己建造了一个理想的模式，然后不断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以变化、填补，在细节上改进，使这个理想模式从一个大概的轮廓走向细节的完美。事实确实如此，我的根据当然不仅仅是凭着回忆几年前的一次对话，而是在很多卓越的人物身上，这种创造性思想的体现都是如此。也许有人不太相信这种无限力量的运用有助于人在客观物质世界中的作为，但是你应该牢记，在这一环节中，哪怕是在最轻微程度上和这种无限发生抵触，该有的结果也不会发生。无限并非是随随便便予取予求的，精神存在是相当实际、非常实际、极其实际的。精神是真实的存在，是完整的存在，物质不过是可塑的材料。精神能够创造、塑造、控制物质，使它遵从自己的意愿。精神存在是世界上最实际的事物，是唯一真实而绝对的事物。现在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来集中意念，人不是一个具有精神的躯体，而是具有躯体的精神。因此，人的渴望只有通过精神才能获取永久的满足。金钱能够带来我们渴望的境遇，它除此以外没有任何价值。这种境遇应该是和谐的，会带来应有尽有的供应。因此，如果出现穷乏困窘的状况，我们应该意识到，金钱的核心概念在于它能服务于人。在这一思想的引导下，供应的渠道就会开启。到那时，你会很高兴地认识到，精神方法绝对是具有实效的。我们发现，对一个目标深思熟虑的想法能够催化这个目标的成熟，使它尽早成型，使我们进行任何尝试都有十足的把握。